everyone!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our Working Women series. I'm Jace, your host for today. While running our business, we have met many amazing women along the way. We hope to share inspiring stories about how Singaporeans, freelancers, entrepreneurs, creative professionals are taking charge and building their successful career. And of course, today, we're very happy to actually have Wani to join us today. Hello. 好，我们现在I will change to Chinese, right? So that we can have a more intimate discussions with Wani. So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 Wani， 他在 Circuit Breaker 期间就充当了一个送餐员，对吗？外卖员，外卖员，送餐员，外卖员。然后之后他还把它拍成了纪录片。他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对，就读4年级。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也热爱美食和旅游业爱好者啦，所以可能我就让婉妮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Hello 大家好，我叫婉妮，但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 名字是妮妮江，所以呢我是在4个月之前开始我的 YouTube channel， 就是大概在 Circuit Breaker 之前开始的。那我要分享我为什么要开始做这个 YouTube channel？ 对 ，OK，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做 YouTube 的想法，但是呢，我找不到一个就是入口点，一个出发点。然后其实你在做 YouTube 之前，我对这个行业，我对拍视频、对剪视频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我就会在心里面就是设想说很多困难，比如说我没有很好的 camera， 因为我现在是用我的电话 iPhone 拍摄我的视频，然后我没有很好的麦克风，然后我也不会剪辑，我也不会那个 software， 我是用 Premiere Pro， 那个时候我当时一点都不会，然后所以也是因为 Circuit Breaker 我在家里上学，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所以呢我就开始上网 YouTube search like how to start making video, how to edit video， 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契机，我开始了拍摄我的第一支视频，然后我前4支视频其实是在家里拍摄，因为那个时候 Circuit Breaker 不可以出门嘛，所以呢我就在家里制作一些美食啊之类的东西。对，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想问为什么你会在就是过了 Circuit Breaker 然后你就去 apply 做那个送餐员，对吗？ OK， 为什么你会这样有这个概念呢？好，其实是这个契机是因为我在6月份那个时候是 Phase 2对吗？然后我拍摄了一支纪录片，那支纪录片的名字叫口罩下的呼吸。然后我拍摄这支纪录片的出发点就是我想要记录下当时 Circuit Breaker 时候，那个时候人们戴着口罩是怎么样生存，因为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戴口罩的经验，所以我就很好奇，然后我想要访问一下不同职业的人，所以我当时访问了很多不同职业的人，比如说计程车司机，然后外卖员也是其中一个职业，因为就像我们大家知道的，外卖员在 Circuit Breaker 期间他们的工作就是需求量增加，对，所以我就去访问了一位外卖员，然后他分享给我他的经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什么会开始这份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这份工作给他很多自由的时间，然后让他可以去照顾他的家人啊，然后还有他的小朋友，对，然后还有这份工作其实比他以前做全职工作要挣的更多，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在我们就是普通人的想法就觉得外卖员可能你挣的不多吧，一单可能才挣个5块钱这样子，5块新币，然后就觉得他为什么这么享受，然后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出他脸上的那种喜悦，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说那我也要尝试看看，而且当时我有很多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尝试新鲜东西的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是register 尝试看看，我就开始了我送外卖的这个工作经历。所以你在这个送外卖的工作经历里面有怎么样的体会呢？OK， 其实这份工作它真的非常自由，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压力说你需要今天完成多少个外卖单，然后你所有的时间啊，还有你所挣的薪水都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呢第一方面时间非常自由，
然后比如说像我是做 part time 嘛，然后我平常白天也要上课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在我free time 的时候去送外卖。比如说我会weekend 的时候，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会从早上开始，可能10点开始工作到12点，然后我就觉得天气那个时候很热对吗？然后我就回家休息，然后直到下午大概5点钟的时候，我又开始继续送外卖。对，然后或者是说比较白天有课的时候，我就会晚上5点钟开始送外卖，可能到10点钟左右。对，这样子我们知道你把这整个经历，就是送外卖的经历拍成了一个documentary 嘛。对。然后你在拍这个 documentary， 因为刚才你也是有分享说你其实也不是不大会善用那些 video editing software 啦，之类的，所以你是怎样克服这方面的困难，然后做了一个 documentary， 而且那个 documentary 还很受欢迎。其实我自己有点惊讶说这一支 documentary 会有这么多人看到，因为据我了解现在有300K 吧。对。然后我是有点惊讶，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镜头说话。在那之前我都是在家里拍美食，然后我都不敢面对镜头，我都是拍那种我的背影啊，或者是我在做东西，然后我也没有 voice over。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就是我知道说面对镜头其实对一个 YouTuber 来讲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跟观众有更好的沟通嘛。然后OK， 我开始做送外卖那份工作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份工作大家可能平常有一些误解，就它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的辛苦。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因为我还遇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人，所以我是想说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然后我也想说通过我记录我送外卖的这一天的这个工作经验，然后我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份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呢，那一天早上我起床，我什么都没想，然后没有任何的 setting， 也没有任何的安排，我也不知道那一天我会拍摄什么，我就带着我的电话，我的 camera， 我就骑了我的那个自行车，我就出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子，我就record 完了我一天的这个vlog。然后之后你就有很多会经过很多剪接吗？你才放上去，还是其实你就没有怎样剪接？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那是我第一支 vlog。对，我就是大概按照我就是我的那个心里想象的那个样子，我就开始剪辑，也没有花非常多时间，就是可能把我最自然的一面呈现出来。我并没有加很多的后期的 editing 啊，然后我也没有加什么 effect 什么的，然后我也没有调就是那些lighting 什么，就是非常自然最自然的状态呈现出来。结果就发现说这样自然的状态其实观众很喜欢。可能那也是你的最真诚的一面。对，就是可能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而不是说你经过就是你可能之前安排好了一些场景这样子。对，这样经过了这个可以算是一个 success 啦， right， 这个 documentary， 然后你之后会有怎样的就是direction 吗？就是OK， 我拍视频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兴趣，比如说一开始我在家里制作美食，我也是挺喜欢，就是在家里自己做一些美食啊这种。对，然后后面送外卖也是因为我开始了这份工作，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包括之后我还拍摄了一些比如说新加坡国庆节环岛，我骑的我的自行车，然后跟着我的 boyfriend， 我们2个一起骑自行车环岛，但是那一期就是我自行车坏掉了半路，所以没有完成。然后之后我们还拍摄了一些比如说徒步coast to coast trail 46公里，然后我还拍摄了一些我在 NUS 大学生活。对，然后我自己也对新加坡的历史还有建筑很感兴趣，所以我的视频内容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就是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且都是最真诚的一面。对，你亲自感受或者亲身体验，然后我想要把比如说我去徒步的那个内容，我就想把我当下的那个就是当下我的想法记录下来。对，
对，很好。那可是，然后你现在又是一个 YouTuber，然后现在还有送餐吗？还是已经我现在是没有送餐，但是这份工作我不会停，我会一直做下去，就可能是在我放假的时候，对。然后还要兼顾你的学业，那你要怎样评量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学业呢？因为我现在是国大第4年，就是我最后一年，然后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prepare 我的 final year project。我当然会把就是我的 school project 放在第一位，就是 priority 啦。对，然后我会尽量先安排，比如说我们会每周都会有 consultation 跟我们的 professor， 然后还有 group discussion， 我会把这些时间先安排好。比如说我安排拜1到拜4是我在学校做 project 的时间，然后我就会留一整天时间，比如说拜5，我就会那一整天 focus 在我的 video editing 上面。对，然后我是怎么 manage 这些时间，就是可能说我规定说今天我要完成的东西，我今天一定要完成。我如果拖到明天的话，那我就会累积更多的未完成的事情。对，对。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像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嘛，然后如果你毕业的话，你还会继续做 YouTuber 吗？还是你还会有对你的将来有什么想法？其实对未来并没有一个规划啦，但是做 YouTube 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热爱。我觉得做 YouTube 拍摄 video 和 edit video， 还有 edit video 过后我看到观众的一些 response，我很开心，就是他给我一个反馈，然后我觉得通过做 YouTube 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成长。不仅仅是skill 的成长，还有我的一些 mindset，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成熟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可以激发我对工作上的热情，然后还有会激发我想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份工作其实我不想要放弃。我可能以后也许我会考虑继续做 YouTube， 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很难讲，因为我同时我也很喜欢我现在在学校学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可以兼顾的话，就2个一起来吧，对吗？其实是没有冲突，是没有冲突，只是说时间分配上面你要考虑到说哪一个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不可能2个你都想要嘛，你肯定是说一个是放在考虑的第一位，然后第2个做完这件事情，然后再 focus 在第2个事情上。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嘛，也是要做 YouTuber，所以对那些还没有开始 channel， 但是很想成为一个 YouTuber 的，你会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吗 ？OK， 其实我就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你刚开始做一件你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想说这个事情到底我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到底会不会成功。其实你真的不需要想太多，你就开始做，因为你一旦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只要把这些困难一件一件的慢慢的解决掉，其实这个事情就会很容易，就在你面前并没有多难这件事情。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不只是做 YouTuber 啦，对，其实我是觉得你做什么都好，对，就是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去做吧，对，想做就去做，不要想太多，真的，对，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你想的跟你遇到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呢，很多年轻人可能他并没有很好的 camera。你也是年轻人啊？对，就是我是就是代表之一啦。对，就是像我也没有很好的 camera，我这是用我的电话，你就用你手边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你就开始，不管是电话也好，或者是一些很旧的那些 DV 很好，都可以，你就开始做第一支视频，因为其实第一步是最难的，你要迈出第一步真的很难，但是你一旦迈出了第一步，你就会有第2步、第3步、第4步，所以就是 keep doing， just do it， 不要想太多，真的。对，这样之前说从你开始到现在，我在想你应该是已经跟很多人沟通过 ，you know， 对，也帮你。刚才你也是说他帮你成长了很多，然后有没有一些你访问过的人对你
给你的启发性是最多，而且或者是给你有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在我送外卖的时候，因为我有一支视频是采访了大概10个外卖员，然后我就问他们每天送外卖的生活经历是怎么样，他们是什么时候送外卖，他们是全职还是兼职，然后他们每天挣大概多少钱。然后我就遇到一对夫妻，很年轻，可能比我大不了几岁吧，然后他们有2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大概6、7岁的样子，然后他们2个真的非常年轻，他们是2个都是全职的外卖员，对，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份工作能不能 support 他的家庭开销，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这份工作是可以 support 他们的家庭开销的，就是但是前提是你需要做一整天，对，因为比如说像兼职，你可能做1个晚上，你可能只能挣到50块钱不到，但是如果你从早做到晚做一整天的话，你平均下来，根据他们跟我描述的，他们平均每天可以挣到100块。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 hardworking 的 person 的话，你给自己设了一个 target， 说你每天一定要完成，比如说200块，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你想，我们折中好了，我们算150好了，其实你1个月的确2个人都就是每天可以挣150块，你是可以 support 你的家庭开销的。但是呢，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的 concern 就对于这一份工作，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这份工作没有 CPF，然后没有一些insurance support，然后也没有 health support，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任何人做这份工作之前都需要考量的。对，其实也不单单只是受餐业者，对吗？只要你是自雇人士或者你是自由业者，这方面的一些support 是很重要的。对呀，其实我来新加坡已经有大概13年了。哇，我是中学在这里读，所以但是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福建，我是读到 Set 3，然后我来新加坡我就降了2级，我就从 Set 1开始，然后我当时来的时候我是一点英文都不会，就是我只会最简单的 ABCD，然后我也不会看，也不会说，也不会写，所以当时来的时候的确前几年，可能前10年吧，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就是我想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对，因为一开始比如说我的英文全部都是 fail 的，对，所以的确当时来的时候非常困难啊。但是现在你也熬过来了。现在也不是说熬过来，就是说我还在继续的努力当中。其实我做 YouTube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要训练我自己的一个 communication skill， 我的表达能力，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但是因为我来到新加坡学习读书过后呢，我很害怕说英文，然后我就不敢跟我身边的人沟通，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压抑到自己的个性，就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表达的人，但是因为语言方面就是语言沟通不顺利，我就很不想表达自己，然后我也不敢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就导致于说我从 secondary school 一直到 university 这一段时间，其实我是一直在压抑我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啦，对，所以我想要借做 YouTube 这个机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沟通，对，然后一个平台吧，对，可以一个平台，然后我也可以表达说我自己真实的想法，因为其实就我们很重要的是你可以输出你的内容，你的想法，然后你才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就是你在跟大家讲你的想法的同时，你也在思考说你的想法到底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所以我觉得同时你也可以自己就是有一种self development 嘛，就是自我成长的。对，这样经过了你会跟你的就是 follower 有一些沟通吗？就是他们会说给你一些 comment 啦或者建议吗？会，我遇到了很多很好心的 follower，然后我就是觉得很暖心，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现在是给我自己规定说每周都要做
做一支视频，然后但是我同时我又在兼顾学校的课业，所以有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然后有一些 follower 就很好，他们就会写很长的信给我，就可能在 Instagram 啊，或者是在 YouTube 下面的 comments，就会鼓励我说不要放弃。他们就觉得说我可能有这方面的天分，对，就是让我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好温馨，好温馨，就觉得有人可以理解你，因为当你自己把你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你会很害怕说不能得到很好的反馈，然后或者是说会得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然后当然负面评论也是会有啦，就你难以避免嘛，因为每件事情都有好和坏之分嘛。所以说当我看到一些我的 viewer 他们真的很可以感受到他们很努力很认真的在鼓励我，他们写了一些很长的话，就会觉得为了他们我就要继续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啦，就是很像不只是做 YouTuber 对吗？所以如果你是出来社会做工，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赞成或者是认同你所做的东西，对，所以你要就是 I think 关键是在于你要怎样激发你自己还有鼓励你自己，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不需要把别人的评论看得太过重，因为其实你只要知道你自己你想要达成的目标，还有你 focus 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好，你就做好你自己本分的工作。因为很多事情，比如说观众到底喜不喜欢，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你只能说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尽量把自己的内容做到最好，然后就会有喜欢你的观众。对So 对于自由业者这方面的一些就是他们的 practice， 还有你现在比较了解他们的模式或者方式，你会对一些要开始在就是自己做自雇人士的一些可能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鼓励这样子的方面吗？好，就是其实自由职业者并不像大家想象的真的这么自由，对，因为它其实是需要很强大的自制力，就是 time management 或者是 stress management，然后假如说你有一技之长，你会拍照片或者是你会做视频的话，这个可以成为你开始这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启蒙点吧，算是启蒙点。但是之后呢你需要很合理的安排你的时间，然后你需要给自己规定 task to do list， 然后你每周需要完成的事情，但是你每周需要完成的事情一定要完成，因为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累积到就是最后 final 的时候才做完的话，其实那个时候压力会更大，就是你需要把这个 stress 平均分配到每一天。几乎好像你的 stress management 是挺好的，有没有一些其实并没有很好对的，我也一直在就是让我自己更适应这样的工作方式，对，因为其实自由职业者你可以任何时间跟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工作，对，但是就是说怎么讲，这么自由反而不自由不知道能不能明白，就是其实是很自由，但是你又不自由，因为你还是有 deadline， 对，因为如果你不做东西的话，毕竟大家都是靠这份工作生活的嘛，你不做东西你就没有收入，对。这样在你周围的朋友，你觉得他们都比较向往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模式呢？就是可能他们就觉得毕业后就一定要找份工作，还是很大部分都是说毕业后我要做自己的老板？大部分同学都是毕业后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呢，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心理说，我向往这样的一份工作，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家往往看到的是表面上的自由啊，然后还有不受约束，没有一个公司可以管束你这样，然后你可以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是一个看起来很开心很美好的工作，所以大家都会向往，但是大家向往的同时又会在担心说，这样的工作到底能不能给我稳定的收入，对，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不管你是任何一个行业的自由职业者，如果你想要有稳定的收入的话，你就需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对，像是你真正的在给
在跟一个公司工作那个样子，就是从早到晚。像是我自己就觉得，我虽然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每天也是9点到晚上6点这种工作时间啦。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parameters 啊，对，有一个比较有 time frame 吧，对，然后你要很好的区分你工作的时候和你娱乐自己私人生活的时候，对，因为其实工作是自由职业者，工作跟生活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自己要很好的把它们区分开，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一直都陷在说我要工作的那个压力下，就你要很好的把自己抽离，你要给自己一点私人时间，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很好。很好，谢谢你婉妮接受我们的访问，很开心可以有这次机会。对，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Subscribe to our show, Freelance Creative Exchange, and check out our Freelance Creative Exchange website and join our Creative at Work community, Facebook and Instagram, and of course, you know, 江婉妮是吗？妮妮江，妮妮江，别忘了妮妮江。Okay, have a wonderful week. Stay safe and we'll chat soon. Thank you, everyone. Bye. Bye.